Hello， 大家好，我是 Taking， 欢迎来到环华10年。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给大家拍过视频了哈。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它油炉哈。其实油炉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拍过一个视频，专门讲它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不断在问我一些关于这个炉子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再系统性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油炉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前段时间的炉子不是在刚进西藏的时候坏了嘛，所以我们就一次性买了2个，一个呢我们已经用上了哈，这个已经用上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没有开封的。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开封呢？就是想做这样一个视频哈，想让大家更加了解这个我为什么选择用油炉哈。那么我们就简单开个箱。这款油炉是一个国产的品牌啊，很多朋友也在问我这个到底是什么牌子什么牌子。其实我在使用过程中我也没有去故意隐藏它的 logo 哈，就是这个牌子 BRS 国产的哈，就是国产的名字叫兄弟。然后国内呢，另外还有一个牌子叫做火风的，也是专门做户外用品的。它的品牌，它的炉子做的呢，我没有使用过哈，也是反正性价比还可以。国产的牌子的话，都是价格比较便宜的哈。像这样一个炉子才200多块钱，200我记得是268吧哈。这就是一个炉子的里面的一个全貌哈，一个全新的炉子。这是炉头本体。这个呢是那个打气泵，这个呢是那个油管，这是一个袋子，还有一个油瓶，这个油瓶。那它随机附送了一个这个皮碗，哇，这个只有一个皮碗了。它这款炉子呢，总共有3个型号，我买的是最便宜的一款，所以它的配件非常少哈，少得可怜哈。这边有附送一个拆这个炉子的工具，其他就没有了，就这点东西。那么我们这个就不讲它了，我们主要来讲一讲我们已经装好的。这是我已经使用了1个月的那个炉子哈，我们一次性买了2个嘛，这个是已经使用了1个月的。好了，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为什么会选择用油炉而不是用煤气罐或者登山的那个气罐气灶啊。登山的那个气罐气灶我车上是有的，但是我们平时呢都不用那个东西，因为它的成本太高了，而且它的火力非常小，只能在登山的时候，比如说临时煮个泡面什么熬个稀饭呢，倒不是问题。那我们平时像我们是住在车上的，每天要炒菜做饭，甚至是炖汤炖排骨什么之类的，它那个火力实在是太小了，而且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一个气罐的话要卖到10几块钱，而且只能烧2个小时。你想一下，平均1个小时就要烧5、6块钱或者6、7块钱了，成本非常高。那么我们现在用汽油的话，像这样一罐汽油的话是500毫升，那么你实际装呢，可能只装得到450毫升左右。那么450毫升也可以连续烧2个小时左右，而且是大火的情况下。它这款炉子的燃烧功率据它的宣传是4500瓦，非常大了哈。就我们平时呢是用这个水壶烧水洗澡，这一壶是5升，那么烧10来分钟就烧开了哈。烧好过后兑好1桶水就可以洗澡了。那么这样的它的成本就低非常多了哈。1升汽油的话，在国内的话现在也就7块多而已。那么你就平均1个小时才3块钱左右，3块多。这个就是我为什么选择汽油炉而不是登山的那个气炉或者说是卡式炉。还有一些朋友非常关心那个卡式炉效果怎么样哈。卡式炉我用过，火力不大，但是它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卡式炉那个气罐的话，你一箱一箱的买的话，也就是在6块钱左右一罐，也可以烧差不多1、2个小时，但是它的火力跟登山的那个灶具是一样的火力非常小，所以卡式炉跟登山气罐我是排除的，我肯定不会用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煤气罐。有些朋友开着车出来旅行的话，他们会带煤气罐。煤气罐的成本是比较低哈，确实是所有燃料当中比较低的，而且你在外面呢也能够买到在有些地方你都能够换到气罐。但是你看我的车平时的话，我装满的情况下是非常满的东西已经完全什么都塞不下了，实在是没办法去装那个大大的煤气罐，还装一个煤气灶，这样是比较麻烦的。所以煤气灶我也排除了呢根据我这2年多的经验来说的话，还是这个汽油炉是最好使的
而且汽油也是比较容易获得。还有一些朋友问的问题最多的就是汽油现在去哪里取？这个还用问吗？当然是加油站取的哈。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呢，汽油都是在加油站取。现在我们国内的话，就是加油站的话是像那个中石化、中石油的话，它是不允许给油桶或者给什么一些其他东西加油的哈。那么国营加油站不行，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去私人加油站了，是吧？私人加油站就完全没有管得那么严的哈，就是你有钱就能办事儿哈。我们一般情况下在私人加油站就可以顺利的打到汽油了。那么现在我在西藏，西藏这边呢真的是查得非常严哈，在西藏加油的话，你需要去加油站里面拿着你的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需要去那个他加油站里面首先给你登记一下，你才能够加油。所以他这边管得非常严。我们问了一下这边的私人加油站，好像问了1、2家，好像现在私人加油站也不能加。那么我们实在没办法呢，就用最简单的方法、最暴力的方法，就是从自己的车里面抽油。我车上呢是有放一个10升的油桶，我们只需要用这个管子从自己的车里面的油箱里面把油抽出来就可以了。现在呢，有一些新款的车，或者说稍微贵一点的车哈，它油箱里面有一个防盗网，管子是没办法伸进去抽油的。这个时候呢，你还是只能去私人加油站碰碰运气，看一下能不能跟人家商量一下，想点办法哈。说完这个汽油怎么获取，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油炉的一些我的使用经验哈。这个油炉呢，它使用起来是稍微比较麻烦一点的，不像那煤气罐哈，直接打开就可以了。首先我们在里面灌满汽油以后，我们需要加压，这样打气加压。一般呢加满的情况下打个20、30下就可以了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预热，把油放一点在这个碗里面，放一点就好了，放完就关起来，然后点着呢，让它这个火烧一会儿，让它把里面的汽油全部烧完哈，这个炉子就烧热了。这个过程呢叫做预热。其实我们在原来的视频也都讲过哈。我最近有一个使用心得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油炉使用过后关闭以后有一个小技巧。这个技巧用完以后，你的油炉就不容易堵了。堵是油炉最大的问题。好了，炉子开起来了哈。开起来过后，那个其他东西我都不讲了哈。油炉需要等到它这个火焰全部变成绿色，燃烧成绿色以后，这个时候你才把锅具放上去。否则是红色火焰的时候，你把锅放上去，你的锅会黑锅。黑锅就是我为什么不使用柴火炉的原因。那么柴火炉呢，你每天去捡柴或者什么的太麻烦了，而且烧完过后，你的炉具上全部是黑黑的锅灰。好了，我们比如说我们假如使用完了这个油炉，你把这个火关掉，这是个阀门哈，我们把它关掉以后，我们把火关掉以后，它这个油炉它并不是会马上会熄掉，它里面还有一点余气，它会在慢慢烧。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等它自己烧完，我们把它吹灭。吹灭以后呢，我们再用它里面的气压，把这个管子通一遍。这样处理以后，你的油炉使用起来就不容易堵了啊。我现在这个油炉已经使用了1个多月，实际才堵1次。就不像原来我第一次使用油炉，我原来早期使用的油炉的时候，可能1个月隔2、3天又堵，隔4、5天又堵，那很麻烦清理起来。它油炉堵了以后，主要是清理什么呢？它里面有一个滤嘴，这个的话怎么清理油炉的话，我就不讲了哈。我们去年有录一个视频，专门讲如何清理油炉的。好了，关于这个油炉咱们就说完了哈，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哈。录这个视频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还有一个重头戏要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呢？今天是8月15，说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我们当然虽然在外面哈，当然也是准备了大餐的，哈哈哈哈。看看这是什么？哈哈，认识这几个字吗？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湖北神农架出来以后，跟3、4个朋友一起煮了一顿烧鸡公。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烧鸡公，我每当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都会流口水，所以我今天再做一个烧鸡公。哈哈哈。我们刚刚录完这个炉头的事情，然后这
天空就开始下雨了哈，我们现在没办法，也就把我们的洗澡帐篷，也是我们煮饭的一个帐篷呢，给它支上了。我们现在在帐篷里面来做我们今天晚上的大餐。这只大公鸡有5斤多哈，5斤出头刚好啊。哇，我们的锅都压不下了，完蛋了。我们首先呢，这个公鸡怎么处理呢？因为现在是高原，如果在外面的话，你可以就直接在锅里面烧，给它烧熟。这个高原的话就不太容易熟啊，这个东西。哎呀，这玩意儿，这个杀鸡的老板这个处理的也太粗暴了，这个都没撕啊。这是鸡肾啊，鸡肾外面一层都没撕。我们这个大致的做法是什么呢？首先呢，把它放干锅里压熟，压熟了过后呢，再放到炒锅里面烧，和这个放点菜啊什么一起烧。哇，这一锅太多了，好丰盛啊！这一锅呀，相当的腐败。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瓶里面已经没什么汽油了哈，我们煮饭的话肯定是不够的，所以现在给它换一个。这里面已经汽油很少了。买这个灶的时候，它总共送了2个这样的罐子。我这次呢买了2个灶，再加上我原来那个坏的灶，我现在有5个罐子了。所以我现在呢把罐子里面，平时就把罐子里面装满了汽油。我要用的时候直接拧开，哎，这个再插上去就可以了。我们原来的罐子呢，它有专门送这样的塞子，也直接给它拧上。拧完以后打气。对了，刚才还有一个小技巧忘了讲，就是我们用完这个汽油炉的时候，它这边有一个泄压阀。我们刚才已经打了一些压力进去了，我们现在试着把它卸掉。那直接按下这个，它就直接把它这个里面的压力卸掉了。我们在就是平时不用的时候，最好把这个压力卸掉。因为它里面本身汽油是相对来说比较满的。我们现在呢，我不知道现在打了多少下，可能10多下吧，现在已经有点打不进去了，它这个压力已经足够了。还是得像刚才那样，首先你还是得先把炉子预热了才能用。这个呢叫做挡风板，一般登山或者户外的时候都会用这个东西，把它围起来，然后这样的话在外面就不会怕风吹了。这个板子才10多块钱，也不贵。我们呢现在在帐篷里面，本身没什么风，这个就意识一下。现在呢有些油炉是那个免预热的。它的价格呢相对高很多，实际效果怎么样我也没用过那种油炉上次我的油炉坏了以后，那个视频出来以后呢，很多朋友跟我讲，其实像他们登雪山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们用的油炉都是国外品牌的，推荐了一个国外品牌，我去查了一下嘛，最便宜的也在1000左右。稍微看着像样的一点的都要差不多2000块钱，这东西真是1分钱1分货。像我这款200多块钱的国产的话，上一个油炉用了2年多，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值的哈。你比如说你买那个国外品牌的，将近2000块钱可以买它多少个了？好了，我们现在把鸡先给它压一下。
下去就没什么味道了。我们就开吃了哈，不客气了啊！这一锅今天煮的时间有点久，鸡肉压了，本身压了12分钟，然后呢，土豆又煮了一会儿，好吃好吃，哎，我们是不是忘了煮饭了？ 这么一锅鸡，你还要吃饭吗？那就只能吃菜了。真的可以啊，这个。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大餐。 当然了，肯定有酒的。待会儿要喝点酒。我们现在有点饿了。嘎嘣脆，真香。尤其是在比较饿的情况下，哇，那种感觉，你想一下，因为这个煮的时间也比较久，你是备受煎熬过来的。 闻着它的香气，慢慢的，西藏这边的鸡都是从外地拉过来的，所以他们有些地方有养鸡啊，叫藏香鸡。 不过那个鸡太贵了，鸡蛋卖2.5块。对，藏香今天问那个卖鸡的老板说的，藏香鸡的鸡蛋2块5一个，鸡肉多少钱斤我们就不知道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咱们就录到这里哈。我想让你知道的是，我们在外面条件虽然艰苦，但我们依然有好吃的好喝的。 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生活有多苦多苦，反而乐趣很多。好了，感谢你的观看，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个关注啊！乌鸡呢？93。 3块5块呗，乌鸡鳗，这3块半。没错，这个就是公鸡。烧鸡公有的嘛？烧鸡公可以嘛？那个啊？老牌子的。老牌子的哈。老牌子。5万可以。你也买这个？有啊。烧鸡公。漂流的人全部是我的嘛？全是你的，我们不知道呀。 你们那些鱼都从哪儿拉起来的？拉萨拉起来的。哇！应该是成都拉过回来的哈。那几天拉一次呢？一般就3天左右。3天左右哈。那地瓜叶。